在这个世界的另外一部分的地区会以像日本这种方式呈现。各位，为什么在日本？因为日本是全世界几乎最压抑的民族。你看，我们看到那个报道，所有人在逃那个辐射的时候，有没有？竟然每一辆车都排队，明明还有一辆车可以走路肩跟中间这样超车过来的，没有人超车。各位，那很不人性，很不人性。而且排队这样子在车阵里面2-3个小时，没有人按喇叭，没有人按喇叭。然后大家在那个便利商店排队买东西，里面东西全空了，没有食物了，还在那边排队，没有人抱怨。各位，我们觉得很感动，我们绝对做不到。能超车就超车。可是你看他们所有的，不管是亲人遇难也好，所有的家产房子在面前被冲走，他顶多哭个几下就没有声音了。各位，多压抑啊，多压抑啊！当然我们很佩服他们的这个秩序啦，我一定要讲佩服啦，因为我们是绝对做不到的，我们非常的佩服。一个国家跟民族可以在这种灾难之下这么的镇定，这么的井井有序。可是各位你要知道，当内在的心灵能量要起来，而外在的社会制度、组织、秩序、框架是这么的压抑的，这个大海啸跟大地震，各位你看起来很悲惨，可是另外一个角度，就是经过这个过程，再把这么低迷的整个日本的社会，有没有？所有的人都10-20年下来，日元的这个升值啦，日本经济的衰退10-20年，大家都活得像死鱼一样跳不起来了，真的。要经过这个事件，所有的人有没有？各位，所以我要让大家看到的就是生命力。你看起来像是一个很大的悲惨，你看起来像是一个这么大的灾难，可是对整个区域来讲，整个国家来讲，它其实是一个相当强的振奋的力量。各位，这就是生命力。所以当我们容许我们自己的生命力在遇到最大的危机跟挑战的时候，各位，那时候也许就是要激荡出你灵魂最大的潜能。所以我这样讲，我相信在座的很多同学，你们是有很深的感触。因为在座很多同学，我说实话，你们可能之前都有过一些很深的忧郁、躁郁也好，焦虑也好，精神官能症也好，都有，你们都不要骗我都有，都快疯了，都觉得路走不下去了。可是你过了这一关，各位了解吗？当你每关过的时候，你会对自己更有信心，更有信心。所以我也跟大家讲，那天我在高雄，我有在讲整个身心灵的未来。世界的某一些区域会爆发像茉莉花革命、紫荆花革命这样的一个，各位，那是不是心灵力量的展现？各位仔细听，因为心灵能量一定会起来，而且一定要起来。各位仔细听哦，因为赛斯讲过了，人类的灵魂每2000年一次的爆发。人类的灵魂每2000年一次的爆发，展现在整个地球上，要么就是大地震，9.0以上的大地震、大海啸。各位，这一次才20公尺，你有没有看过100公尺、200公尺的大海啸？最好不要看到，才20公尺的大海啸，整个冲进来，那个房子、车子都像玩具，你就能够体会到赛斯讲的什么叫物质实相是以意念为架构建构而成的。当房子、车子都变玩具的时候，你会问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存在的价值是什么？
好，我刚讲心灵能量一定会起来，大地震、大洪水、大海啸、大的流行病是不是爆发？是。好，各位，赛斯也讲过，如果整个人类的心灵能量它一定要起来，但是你没有相应的一种导引，整个人类会陷入了大混乱、无政府状态，叫 chaos 混沌 chaos， 整个人类的世界会陷入大混乱，政府组织、教育制度，所有的组织制度都会像被海啸冲掉的那些房子、道路一样摧枯拉朽，因为心灵已经渴望展现它的内在的力量了。好，我再给大家一个概念，当心灵的力量起来的时候，它会把所有过去的制度、组织、框架摧枯拉朽般的整个推翻掉，因为它要重新建立一种人类的新的文明，它要重新建立一种人类新的生活方式。因为现在的这个世界，包括成人的世界，各位你喜欢吗？你不喜欢，要么过度竞争，要么过度疏离。你看整个日本的那个大海啸发生之后，各位没有分有钱人跟没有钱的人的，所有的人都是一视同仁的，都和在一起了，所有的人都不分你我了，再也不是每天困在房地产啊，今天赚多少钱啊，有没有未来啦，书念的好不好啦，各位那些都不见了，有没有？所有你过去觉得很重要的，像赛斯讲的，困住一个人类伟大心灵的所有日常生活的琐事都不见了。太多的人在一个过度庞杂的社会当中找不到自己的意义了，找不到了。所以内在的心灵当它要起来的时候，它会重新建立一个人类新的文明。但是各位，旧的文明如果没有崩解，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好，所以我试图在告诉大家未来的人类的走向。赛斯也讲过一句话，他说那种无政府的，或是我刚讲海啸的那个画面，整片的海水进来，把所有的房子、车子全部摧枯拉朽般的冲走。他说这种画面不需要存在。赛斯说可以这样做到。怎么做？每一个人开始以你内心所感受到的，贴近你心灵的这样的一个内在的理解，开始去脚踏实地的改变你的人生。这次大灾难发生的时候，各位，我讲一句实话，如果今天是在龟山岛，在花莲的外海，来，你们想象一下什么画面？整个宜兰市没有了，整个花莲市没有了。你们知道我的意思？你看到日本那个海啸，人家堤防是10公尺哦，他们的堤防是10公尺哦。今天如果是在花莲的外海，龟山岛宜兰的外海，整个宜兰市会不见，整个花莲市会不见。各位，不是1-2万人，会是几乎上百万人的呀。心灵能量一定会爆发啦，你不以这种力量爆发，它会用其他的形式爆发啦。所以各位，一个金融海啸的爆发，跟一次真正海啸的爆发，跟一个火山爆发都是爆发，跟一个传染病的爆发都是爆发。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如果你的心灵能量没有出口，就是走那个方向的爆发啦。好，那心灵能量有出口了，而且这个出口可以带领你自己跟整个你周遭的人走上一个建设性的道路。各位，我们要的是这种爆发，也就是所有赛斯心法里面要告诉我们走的这个爆发。好，否则你未来这个世界的人类，还有多少人类是在那边无力感的等死？